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最快速度纪录，杨紫新剧为何取材？长相思开播后，以最快的速度打破了2023年平台最高人气值的纪录。或许在平台纪录不断被打破的当下，并不急于通过首周的反馈来证明一部剧是否真的受欢迎。仅从目前的各种市场反馈来看，《长相思》的表现从剧集内容、人物本身到演员，多维度霸占热搜榜。在很大程度上，原作者童话亲自撰写了剧本，这表明母亲上阵，为作品提供了原创的加持和保护。总导演秦震在接受1905电影网采访时坦言，开拍前我就和制片人商定，大家应该拍一个更真实的新古装，一个更接地气的故事。此外，秦震对演员的标准只有一个，合适。他告诉我们，几乎每个演员都提交了一份自己对角色理解的传记。当他读完大家提交的作业时，每个人都给了我不同的惊喜。在进入剧本之前，秦震读了3本原著小说，剧本他们写了很多年，内容很丰富完整，剧本仍在按照小说的框架推进，只是我们在第1集中交代故事的历史，抛开了明星的魅力，以小演员的方式呈现整个故事，以便观众更好地切入人物，为后续情感提供共情基础。以往的戏剧市场上，偶尔也会出现这样的创作形式。对于制片方来说，削弱明星的吸引力是一个挑战，但对于故事的完整性来说，却是一次有价值的创作。毕竟，对于故事的发展来说，众多人物之间的情感发展需要更有说服力的推动和情感逻辑。至少就《长相思》目前的播出内容而言，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为此，团队在各个方面刻意做了各种准备，从艺术场景到演员的服装，甚至可能还有演员的情感，我们会提前有一些设计和考虑。小说中的大部分著名场景都是用文字写成的。描述结合读者的想象，将意境呈现为每个人的私人画面。只是在影视视觉化的时候，尤其是那些艺术场景，我会提前和摄影师沟通，让他提前做好准备。在灯光和布景方面，我会结合提前做出一些不同的改变。不仅如此，秦震与制片人共同约定，为长相思打造清水小镇。虽然长相思的故事发生在人、神、魔3个世界，但对于秦震来说，一切还是要尽可能的去落实。为了将这一点形象化，秦震和他的团队按照剧本的设定，将清水镇呈现得非常生动。每个场景的地理位置安排都是为了保证观众在观看时能够尽可能感受到身体的感受，同时又能够满足所有的拍摄需求。秦震在与杨紫合作的过程中发现，她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演员，非常热爱表演。事实证明了导演的认知，自从接触以来，杨紫就非常认真地对待剧本，也用她作为一个感知力极强的超级演员，把握每一个场景。杨紫饰演2个角色，一个是真身逍遥，一个是温小六。2个角色的本质是完全一样的，整个设定需要演员不断调整匹配角色的状态。一式两角在古代木偶题材中并不罕见，但这一次却并不容易。文小六的角色是一个男人，而不是女扮男装的男人。但幸运的是，为了找到合适的程度，杨紫和导演调整了一场戏，第1次让他自己表演，沟通后，第2次就会很自然。不仅如此，导演在化妆方面也给了杨紫很大的帮助。造型方面，他让自己看起来更加俏皮，用胡萝卜裤等宽松的服装来掩盖女性的曲线。杨紫甚至主动提出将妆容加深一些，与身边其他男性角色的妆容靠拢。才14集，小六就恢复了真身，回到了小瑶的状态。杨紫并没有直接展现出自己的女性性格，而是在演技上逐渐从不适应变成完全女性化和性格，实现了转变。这也是他读完《长相思》小说后，觉得在这个系列中难以拍摄的地方。这也是《长相思》的气质，只是气质很难把握，但好在无论是拍摄过程还是后期剪辑阶段，秦震都非常踏实。杨紫已经完成了我心目中的感觉。在《长相思》中，3个男性角色和女性主角或多或少都有一种羁绊感。虽然小说最终给出了最终的官配，但在书迷心中，每一对 CP 都值得追寻。
我们的角色都非常极端，每个人都不完美，都有自己的束缚。但我觉得每个人都很真实，所以如何拍摄才能让观众相信他们是真实的，了解他们的感受和立场是什么，我们更看重。因此，球队的选拔变得更加困难。虽然在之前的故事中，轩轩的故事情节并不清晰，角色的行为也不讨喜，但随着故事的慢慢展开，每个人都会喜欢轩轩这个角色。在秦真看来，拜托，张婉怡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演员，她有自己的表达方式，而且我觉得她有一种和轩轩类似的气质。秦震在描述两人的戏时，用了很多比喻来表现两人之间的变化，尤其是从两人相识治疗的漫长岁月，再到当涂山璟在剧中认识到对方的女儿时，前期他们的内心已经慢慢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选角涂山璟时，见到邓伟后，秦真说，与其他男孩相比，他更有涂山璟的轻快气质。邓伟本人是一个很简单、真诚的人。小说出版后，香柳檀健次是圈粉无数，连秦真都感叹香柳是一个有天花板的人，很难呈现。而且小说中对香柳的描述更多的是对这种气质的真实描述，很少有，这也导致每个书迷心里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香柳。最终，团队选择了檀健次来饰演这个角色。他和角色有很大不同，但他对表演有很强的信念感。秦真和檀健次就这个角色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他发现眼前的演员已经对这个角色有了深刻的理解。他希望这种冷不要表现为面瘫，他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来诠释香柳的冷和北防风的热。因为香柳是一个冷面无情的人，而北防风作为他的化身，则是花花公子的设定，表面上看起来很热闹，但内心却依然冰冷。无论如何，无论从播出平台的热度，还是热搜数，还是短视频平台的点赞数，长相思都有不错的成绩和反馈，但仅看暑期档，他已经有自己独特的风格。秦震坦言，每部剧都有自己的特色。他之所以想把《长相思》拍成一部写实的新古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无论是看剧本还是看小说，我都觉得每一部戏都有自己的特色，人物都很压抑，脚踏实地，总有一种能言善辩的气质。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我们想现实，它就会成为现实。毕竟《长相思》涉及到很多魔幻的设定，它需要燃烧，它需要年轻化，但它也需要追求真实，所以我们的动作场面都注重虚构与现实的结合。甚至为了让系列后期的海底场景尽可能真实，秦震和摄影团队在开机前不断进行实验，模拟人在海底的浮力感，以及光线和光线的变化。阴影效果找到正确的模式后，我们开始投入全方位的拍摄。02肖战背后的苦与甜，你有没有想过，人气偶像肖战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1997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的肖战，如今是中国的当红小生，备受年轻人的关注。然而，他迅速走红的背后却隐藏着一段曲折却耐人寻味的经历。肖战曾经是一个普通的学生，直到18岁，他参加了选秀节目《燃烧的男孩》。虽然他没有获得最终的冠军，但这却是他演艺圈的起点。然而他的进步并不顺利，接连签约的公司也没能帮助他实现突破。就在肖战几乎放弃的时候之后，他遇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参演热播剧《陈情令》，饰演魏无羡。他在剧中的出色表现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不少粉丝为他趋之若鹜。从此，肖战的事业腾飞，人气迅速上升。然而，成功的背后是无数的努力和付出。为了塑造角色，肖战每天要面对高强度的排练，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市场需求的压力也困扰着肖战，他要在娱乐圈保持较高的人气，接拍了大量的广告和综艺节目，甚至牺牲了自己的个人时间。他的精力和体力一度达到了极限，但他仍然坚持了下来。肖战是一个低调、努力的偶像，他并没有过多展现自己的艰辛和努力，总是以微笑与粉丝打招呼。他的才华和努力感染了很多人，他的成功也成为很多人追逐梦想的动力。肖战的故事告诉我们，追求梦想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成功的背后都是挫折和努力。作为粉丝，我们应该更加珍惜偶像的付出，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和理解。
看着肖战的成长历程，我们不禁感慨万千。通过自己的努力，他终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这让我们明白，只要有梦想，我们都可以变得更好。肖战的故事励志，但也引发了不少争议。有些人认为他的成功是巧合，而另一些人则称赞他的才华和努力。不管怎样，肖战的努力和成就都值得我们学习和赞赏。苦涩与甜蜜交织的肖战，他的故事还在继续，我们期待他未来创造更多的成功。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